在米兰冬奥的赛场上，谷爱凌和刘美贤这两位美国出生的华裔天才少女再度成为了焦点。在国际的赛场上，她们俩看似是站在不同的国旗下，人生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起点。15岁的那一年，她们都面临着改变命运的选择，那就是忠于原则还是追逐机会呢？今天乐音就带您回顾一下他们从单亲家庭到世界冠军，再到舆论聚焦的成长故事，探讨他们人生的十字路口背后的价值观思考，是原则更重要，还是机会更实际呢？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主持人乐音。如果您想及时的了解中国及全球大事，从瞬息万变的新闻资讯中迅速的抓住最核心的信息，了解新闻内幕，一定要订阅大时局。美东时间每天早上6点为您全天更新。日前，在米兰举行的冬季奥运赛场上，两位美国出生的华裔运动员再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代表中国出赛的谷爱凌，因为那个被讨论了多年的身份话题和跨国立场，再度成为了争议的焦点。而代表美国出战的刘美贤，则是凭着稳定的发挥与一段关于回归的故事，收获了大量的掌声和好评。表面上看，他们站在不同的国旗下，不同的舞台中央，像是两条分叉的人生轨道。但是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一推，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起点其实是惊人的相似。都是在美国出生，都在单亲家庭中长大，都早早地展现出了过人的运动天赋。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披露，早年两个人还同时出现在一次聚会中。15岁的谷爱凌拉着12岁的刘美贤上台唱歌，两个人是羞涩可爱，看起来几乎没有差别。然后他们都在15岁的那一年，同样迎来了一道几乎改写命运的选择题：未来要代表哪一个国家出赛呢？那一年做出的决定不只是赛服颜色的转换，而是改变了他们的竞技路径，也把他们带到价值观、身份认同与公共舆论交织的十字路口。从那一刻起，两条原本相似的生命线开始了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。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他们的青少年时期，你会发现这两条人生线几乎是重叠着往前走的。我们先来说一下刘美贤，她是2005年8月8号出生在美国的加州，是家中的长女。父亲是刘俊国，是一位典型的理工背景的华裔父亲。父母早年离婚后，虽然母亲仍然是法定的监护人，但是实际生活的起居、训练安排、人生规划几乎都是由父亲一手打理。刘俊国把女儿的滑冰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份全职工作。刘美贤5岁那年，她带着女儿去奥克兰冰场学滑冰，本来只是一个兴趣启蒙，没想到一下就看到了天赋，动作学得快，协调性高，很快就从团体课转入私教，后来更是一路升级，多次更换教练，飞日本，飞加拿大，找最顶尖的资源。比赛的时候，父亲刘俊国更是全程跟队。在60分钟节目中，刘俊国亲口说过，他为女儿投入了50万到100万美元。2019年，13岁的刘美璇成为了美国史上最年轻的全美花滑冠军。2020年又再次夺冠，她也是美国女子选手中率先完成4周跳与3周半跳组合的代表之一。那几年刘美璇就像一颗迅速升空的火箭，耀眼的让人移不开眼睛。我们再看另一边，谷爱凌，她是中美混血儿，父亲是美国人，母亲谷燕来自北京，由母亲在单亲家庭中抚养长大。母亲谷燕的人生本身就很传奇，她出身高知家庭，父母都是工程师，年轻的时候考入北大，毕业了之后又赴美深造，先在奥本大学攻读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，后来到洛克菲勒大学做了分子遗传学研究，再进入斯坦福商学院取得了 MBA。90年代闯进华尔街，在雷曼兄弟等大行从事衍生品与投行业务，参与中国大陆融资项目，之后回到北京，投入了数万美元，创立了东方微博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。2003年，他生下了谷爱凌，
成为单亲妈妈，在旧金山海牙豪宅区一边带孩子一边维持中美两地奔波的节奏。谷爱凌3岁开始滑雪，9岁就拿下了全美少年组冠军。2017年到2018年赛季进入到成年组。2019年1月，在国际雪联世界杯意大利塞瑟阿尔姆站获得了冠军，同月又在法国丰罗莫站获得了银牌。15岁的她已经就是国际级选手了。说到这里，你就会发现，两个人都是单亲家族长大，又有极度投入的父母，都在极小年纪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，都在13、14岁就创下了历史记录，又都在15岁左右站上了国际舞台。而且在那个关键年龄点，他们都被中共官方视为是冬奥战略布局中的重点观察与招募对象。那个时候，北京正在推动规划运动员政策，希望吸纳海外华裔或外籍高水平选手，快速提升冬季项目的国际竞争力。相似的起跑线，同样的天赋加持，同样在15岁前后被国家选择，也选择国家。看起来相似的人生剧本，但其实命运的分岔口早已悄悄出现。中共官方的规划计划又称入籍计划或是规划运动员政策，是一套由官方主导的系统性策略，主要就是由国家体育总局、各项目协会和地方体育局牵头，目的就是吸纳外籍或海外华裔运动员加入中国国籍，代表中国国家队参赛。简单的说就是在一些基础较弱或者是发展较慢的项目里，例如足球冰雪、冰球，甚至是部分夏季运动，中国会引进外籍高水平选手，提供高额的训练经费、国家队资源、代言机会，甚至户籍和生活保障，让这些运动员能够快速的提高成绩，帮助国家队在国际大赛实现零突破，或者是奖杯数跃升。从功利的角度来看，这就是一种弯道超车模式，但是从普世价值角度看，这一计划存在着多重矛盾和争议。首先，中国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，理论上规划需要放弃原国籍，但在具体操作时常有选择性执法，形成了一个拥有双重国籍的特权阶层，违反了平等原则。还有政治化操作，规划运动员往往需要通过忠诚审查，甚至被期待对敏感的政治议题保持沉默，以维持国家形象，这也成为了外界质疑的焦点。此外，成功规划的运动员常常被用来展示所谓的中国吸引力与包容性，以及民族自豪感和全球华人认同感。不少评论认为，这简直就是在为中共的独裁政权背书。对于15岁的少女而言，这不是抽象辩论，而是具体选择。尤其那段时间，美中关系因为新疆人权问题、香港抗议、疫情等等急剧恶化，而且很显然，在这样的年纪，分别是由妈妈古燕、爸爸刘俊国做出了决定。一方面，中国官方提供的是庞大的国家资源与商业市场；另一方面呢，美国提供的是既有制度与身份延续。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人生和未来。当时北京方面给刘美贤开出的条件可以说是金光闪闪，每年上万的培训经费、顶级的教练团队、全方位后勤保障，还有赛后上亿元的广告代言机会。这对一位已经自掏腰包投入了近100万美元、单亲抚养女儿的父亲来说，这个诱惑真的很大。然而刘俊国的回答是全部拒绝。为什么呢？要明白他的拒绝，就得先了解他自己的人生。刘俊国出生在四川偏远山村。1989年，他作为广州学生民运组织者，参与了抗议天安门事件。之后，他逃离了中国大陆，经由香港偷渡出境，以政治难民的身份，在1990年代初抵达了美国。那时候的他只有25岁。在美国，他从零开始，先在伯克利一家餐厅洗碗，后来考入到了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。1998年毕业之后，在旧金山湾区开设移民律师事务所，专门维护移民权益。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共的公开批评，长期作为意见人士，关注6·4纪念和人权议题。正因为如此，刘俊国明确表示，他不会让女儿放弃美国国籍，也不愿意卷入任何的政治风险。
这个决定带来了直接后果。2022年北京冬奥前，刘佳遭到了中共特工的监视。据后来美国司法部起诉显示，特工曾经假冒官员索要护照资讯，并在湾区跟踪刘美贤。FBI 甚至在冬奥前在日本餐厅约见了他，告知了监视的真相。刘美贤回忆当时说道：“太不可思议，像电影情节。”他虽然震惊，但是因为 FBI 的保护，让他感到了安全。他最终在高度安保下完成了比赛，获得了女子单人第6名。赛后，刘美贤选择退役2年，远离竞技舞台，寻找自我。这段时间，他体验普通生活，旅行、派对、考驾照，和朋友相处。他在访谈中说：“退役是我人生中最棒的决定。”2024年，他宣布复出，只用了9个月训练，就在2025年波士顿世界花式滑冰锦标赛夺得了女子单人金牌，并在同赛季大奖赛的总决赛再次夺得冠军。他多次强调，这次滑冰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别人的期待。我想忠于自己的价值观。如今，刘美贤收获了广泛的口碑和尊重。美国的主流媒体和网友常将他视为坚持原则的典范。2025年3月，《Time》刊登了专题访谈，回顾他在短暂退役后重返赛场的历程。报道并没有单纯地强调世界冠军头衔，而是聚焦他主动离开聚光灯，再以自我意志回来的选择，指出他的回归重新定义了成功，不是永远向前，而是在迷失时敢于暂停。华盛顿邮报评论，他的故事已经超越了单场成绩，他代表了一种在压力环境中仍然保持个人选择权的形象。这是刘俊国作为一个父亲的坚持，也是少女刘美贤对自我价值的守护。在诱惑、压力和风险中，他选择忠于内心的信念，回归赛场。我们先从新闻中走出来，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例。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李女士，今年64岁了，是一位从事生物药品研究多年的药物专家。她需要进行3颗牙齿的植牙手术。第一次手术的时候，她还没有开始食用红海参，恢复期明显较长。第2次手术前，她已经持续食用了20多支红海参。手术当天还特地的再补充了1支，结果恢复的速度明显加快，连缝合线都很快自然脱落了，让她自己都感到非常的惊讶。现在她已经把红海参当成了日常保健的重要一部分了，持续回购。李女士吃的红海参是什么？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已经很熟悉了，我简单的给新来的观众介绍一下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胶，这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。红海参不仅能够促进细胞修复、延缓老化，还能够补钙造血、改善气色，对气血虚弱、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。这个产品的成分90%是深海野生红海参，还有10%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的蓝莓原液，做成了果冻口感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就像吃果冻一样，特别适合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。购买链接在描述栏，输入优惠码大10局。提醒大家啊，这个经常是卖断货的。最新的一批红海参已经到货了，但是数量有限，需要的朋友请尽快下单，晚一步就只能是等预售了。谢谢您的支持。我们回到有关谷爱凌的话题。相比较之下，2019年谷爱凌做出了一个不同的决定，那就是接受中共官方的招揽，正式变更体育国籍，成为中国的规划运动员，开始代表中国出战国际赛场。她的母亲谷燕在这一决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，从生活、学业到训练安排，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。这条路带来的回报十分可观，每年数亿元人民币的广告代言费，中共国家队的资源，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曝光和商业机会。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，谷爱凌更是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，夺得了2金1银，同时成为了多国品牌的代言人。据报道，他2022年的总收入达到了3000万美元，2023年则有2300万美元，商业价值大幅提升。然而，这条道路也伴随着长期的争议，他的国籍身份常常被外界质疑。美国虽然承认双重国籍，
但是入籍时需要宣誓效忠美国，而中国则不承认双重国籍。对此呢，谷爱凌常用含糊的语气去化解。她说，在美国就是美国人，在中国就是中国人。2026年米兰冬奥期间，她再次引发争议。事情起源于美国选手亨特·赫斯。赫斯在受访的时候，因为表示代表美国感到复杂情绪，而遭到总统川普批评为失败者。谷爱凌却在这个时候声援他，说很遗憾，奥运头条是与奥运精神无关的东西，体育应该团结人们，尤其在不公平对待时，并且透露私下里他联系过赫斯，被称赞为少数能理解他的人。他的这些发言在美国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应，他被指责是双重标准，因为他在美国可以批评总统，却从来没有公开谈及中国的人权议题，如新疆维吾尔族问题、香港事件等等。前 NBA 球员坎特在 X 上发长文指出，谷爱凌是叛徒，她生在美国，却代表最严重人权侵犯者，成为中共全球宣传资产。当人权出现时，他就消失了。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索伯利克也发文批评，他替中国出赛，却不提中共对维吾尔族的迫害。保守派媒体如布莱巴特新闻网、福克斯新闻也报道了相关的评论，标题常用叛徒等词。同时，在中国方面也出现了部分批评的声音，例如谷爱凌曾经是小红书的顶流之一，米兰的赛事之后，她的负面评价明显上升了。不少人质疑她是为了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人民币的商业利益，才4年当一次中国人。更有留言嘲讽她从青蛙公主变成了精致利己、作秀摆拍。就这样，谷爱凌的选择在换来了光环和财富之后，意外地走到了尴尬的境地。把刘美贤和谷爱凌放在更宏观的视角来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他们的人生其实呈现出了2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。一种是制度与原则优先的路径，强调价值一致性、身份延续和忠诚；另一种呢，是资源与机会整合的路径，强调快速成就与机会最大化。前者注重的我做的每一步都与内心原则对齐，后者却注重我能利用手上的资源达到最大成效。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，也折射出了家庭教育观的差异。海外的民运人士吴建民曾经在 X 平台留言指出，母亲谷燕和父亲刘俊国作为单亲父母，各自把女儿培养成了世界冠军，但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是天差地别。一个选择效忠养育他的美国，一个选择抓住中国提供的资源与机会。有网友留言表示认同，父母的眼界和格局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助力。谷燕眼界狭窄，走了一条容易的顺风下坡路，看起来顺风顺水，未来肯定有隐患。希望谷爱凌长大后能够自己思考，也是斯坦福的学生，肯定是聪明的，应该会摆脱母亲的桎梏。还有留言说，这就是典型的投资与传承的区别。谷燕是在经营一个顶级的商品，而刘爸爸是在守护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有些人一生都在学着怎么卖个好价钱，而有些人则被教导如何守住骨气。这个差距在15岁那年就定格了。这场体育圈里关乎15岁选择的故事，在全球的华人圈引发了热议之际，很多网友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、关乎教育本质的问题：我们希望孩子们学会什么呢？哪条路才更长远呢？是教孩子遵循内心的道德约束，还是在诱惑与利益面前学会妥协，甚至放弃原则呢？在一个高度竞争、资源有限的环境中，把握机会看似理性有效，但是长期下来可能会加剧社会内卷，助长道德滑坡。相对的，如果教育孩子能够抑制恶、发扬善，坚守内心的约束，也许短期内需要承担一定的现实成本，但从长远看，这能促进更有序、互信的社会。而这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，也关乎整个社会的未来。真正的长远之路，或许不在于谁拿的奖牌最多，谁赚的金钱最多，而是在于我们传给下一代的是内心的底线和约束。
观众朋友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的孩子也站在了那个十字路口，您会希望他依据什么做出决定呢？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。这里是大师局的要闻透视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您有所触动，别忘了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下一期我们继续同行。